近来，美方不断在涉疆、涉藏议题上大做文章，先是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接着又任命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对于美方再次举起的所谓制裁大棒，中方也采取了对等反制。外界注意到，最新被制裁的这4名美方官员出自同一组织，他们到底是什么背景，做过哪些恶劣行径？来看看报道。12月10号，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宣布，根据美国内法对4名中方官员实施制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依据美国内法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针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中方决定依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进行对等反制，自即日起对美方4名人员实施相应反制。反制措施包括禁止上述人员入境中国，包括内地和香港、澳门，冻结其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同其交易。赵立坚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没有权利、没有资格横加干涉。美方应撤销所谓制裁，停止干涉新疆事务和中国内政。中方将视形势发展做出进一步反应。实际上，美国以这种所谓的这个国内法进行对别国内政的干涉，应该说是由来已久。那么，在这个涉疆、涉藏这个问题上面，美国采取的这种长臂管辖的方式也是屡见不鲜，实际上体现了这个美国霸权的这种傲慢无礼。资料显示，此次被对等反制的4人均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成员，他们多次散布涉疆谣言，劣迹斑斑。其中，出生于新疆喀什、现为美国国籍的副主席特克尔撒谎成性。2018年8月，西方媒体炮制新疆拘留数百万维吾尔人的谣言，特克尔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竟然跑出来证实这一假消息。但实际上，他自1995年赴美后就再也未回过中国，更没有回过新疆。深圳卫视注意到，这已经是今年中方第3次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有关人员。长期以来，这一反华委员会自诩为世界各国宗教自由情况的监督员，每年发布所谓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多次无端指责中国宗教自由状况。当地时间12月6号，当拜登政府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宣布将不会派出美国官方代表团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后，该委员会还发表声明表示欢迎。这个委员会呢，实际上长期以来从事的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内政的这种干涉，无论是从它的权威性来讲，还是从它的人员构成来讲，都是不具备任何资格的。它跟很多在美国活动的反华组织、分裂组织、邪教组织都有关联。那么，特别是这个宗教委员，这个所谓的宗教自由委员会的这个副主席特克尔，那么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老牌的东突分子。他本人无论是从这个学识还是从个人这个品德来讲，都是非常低下的。除了涉疆议题，美方同时也加大力度干涉涉藏事务。当地时间周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任命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泽雅兼任美国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回应称，事实充分证明，美国根本没有资格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美国应该立即停止政治操弄，认真反躬自省，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严重种族和人权问题。美方政客若是有劲儿没处使，还是好好关注一下美国严重的种族主义和人权问题吧。美方最应该设立的不是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他们应该设立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特别调查员、少数族裔人权事务特别协调员、美国抗议不力真相调查特别协调员。外界注意到，无论是涉疆还是涉藏议题，冲在最前面的无非是那一波反华政客。
比如此次美方的行动就离不开已经在去年7月冲上中方制裁名单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当地时间12月14号，在卢比奥牵头下，60多名国会参众议员致函副国务卿泽雅，炒作所谓西藏自治。这样是美国对外挥舞人权大棒，转移国内和转嫁国内矛盾的这个一个长期的这个体现。这实际上呢，无助于美国解决任何自身的问题，还会给世界的这个和平发展带来更多的这个危害。作为这样一个和平发展的搅局者呢，美国应该早一点的这个醒一醒多看一看自身的这个问题。有分析指出，美国一些政客反复借涉疆问题造谣生事，这是打着人权旗号搞政治操弄和经济霸凌，企图以疆制华，遏制中国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妄图重演2008年干扰北京奥运的闹剧。另一方面，也是企图制造更大声势，从而在中美竞争中占据上风。那么，美国近期呢，利用这个涉疆、涉藏、涉港、涉台这样一系列问题，对中国进行疯狂的这种攻击，实际上呢是在破坏中美关系的这个互信的合作的这样一个基础，必定不利于双方政府和民间层面的这个交往。美国国会在本月16号刚刚通过了一项涉华法案，要求禁止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日前，英特尔公司在其官网以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日语等多种语言向供货商发表公开信，打着所谓新疆人权问题的幌子，声称需要确保供应链不使用任何来自新疆地区的劳工采购产品或服务。有分析指出，英特尔此举不管是屈服于美国政府压力，或是主动为之，但作为公开支持西方政客涉疆言论的芯片公司，恐将产生巨大影响。目前，英特尔是全球最大桌面处理器和服务器处理厂商，在个人电脑和服务器市场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根据其财报，中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该公司最大收入来源。2020财年，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为英特尔公司贡献202.57亿美元营收，占其年营收的26%。所谓的这个人权和民主价值观，这些都只是它的一个借口。它实际上的这个最终目的呢，是要在这个产业链以及相关的这个政策层面对中国形成这样一种打压。其最终目的呢是企图将中国的这个企业发展从国际产业链中挤出，维护美国在这个世界经贸当中的这种科技以及贸易的这个霸权地位。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最近，英特尔公司在给供应商的信中宣称，确保供应链不使用任何来自新疆地区的劳工采购产品或服务。您是如何来看英特尔的这番表态？从中美关系的大背景来看，英特尔的这番表态和操作显然是配合和服从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国会内共和党的极右的议员的反华动作。在去年的时候，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等人就致函英特尔，要求英特尔提供有关向中国出售先进电脑芯片的信息，认为一些芯片被用于新疆的所谓的大规模的监控。英特尔支持美国国务院炮制出来的关于新疆的报告，而最近向供应商的致信中，基本是迎合了美国政府在对中国新疆的制裁措施。英特尔的举动进一步表明，美国政府打新疆牌的核心目的并不是什么人权，而是产业和技术。美国政府制造了一系列指责新疆的耸人听闻的理由，除了对中国官员进行制裁之外，还要求企业与新疆的相关产业和技术脱钩。今年上半年，美国狠狠地打了一拳新疆牌，对新疆的棉花进行所谓的抵制，而现在已经延伸到了产业链和供应链。最终的目标就是以人权为借口，将新疆排除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之外，让新疆成为全球经济合作体系中的空白点。我认为这是美国连打新疆牌的真实的目的和险恶的用心。依据反外国制裁法，中国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进行对等制裁，您又是如何看？颁布反外国制裁法，为我们应对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据，也让我们的外交反制有了稳定可依据的法律武器。美国再次炒作所谓新疆人权问题，炮制所谓的种族灭绝、强制劳动等谎言，而美国所谓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就是始作俑者。这一机构并非民间组织，而是配合美国政府以宗教理由干涉他国内政的打手。
这一机构每年发布所谓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的报告，在其中是频频的污蔑中国。对于美国以人权和宗教为由的炒作，我们要保持警惕，同时也需要采取更加精准的应对。美国炒作新疆和西藏的人权问题，除了污名化中国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含义，就是以所谓的人权民主作为理由，在全球化的市场体系中进行阵营化的划分。实际上，美国主导的所谓的民主峰会也是这样的目的，就是将产业链、供应链和技术、人权、民主进行挂钩，将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打上民主和人权的标牌，从而为以非经济的方式打压他国寻找一个理由。就连美国的媒体和智库都看到了，美国已经是制裁上瘾了。除了通过一系列的所谓的制裁的法案，美国对外制裁的数量增长率堪称世界第一。过去20年，美国制裁的数量增长了10几倍，到2021年10月，美国已经生效的制裁超过9000多个。可以说，美国是制裁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跟美国去比。对于美国的霸道和滥权，我们除了对等的外交反制之外，还要研究美国的制裁体系以及它内在的软肋。比如说，美国制裁也是要花费成本的，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也有缺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美国的人权外交和价值观外交，我们也可以进行对等反应，设立相应的机构和智库，充分的研究美国，了解美国，确保有的放矢，精准反制。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